嗨，大家！如果呢你现在正在经历谷底，或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有些人也正在经历忧郁症啊、躁郁症。那这支影片呢，我就会分享我自己过去的个人经历，那希望对你们可以有一些帮助。为什么我会决定要分享这段经历呢？其实是我发现很多人虽然都知道这是文明病，可是却没有办法很正式的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还是会带着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旧的思想去看待这件事情。那我就希望用我的方式，也可以鼓励，就是正在可能经历低潮的人，在发病前正式去看医生之前，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当下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样子。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你今天会发生精神疾病，通常不是由单一的人或是事件所造成的，但是身心状态啊、压力、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多种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就有可能像是地雷一样，会突然的引爆它，你就会发生这件事情。如果要理解当时的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就必须回到我的成长环境，以及说为什么我当时是还在19、20岁的时候，我就那么急着想要透过工作的方式去证明我自己是有价值的。那在那样的成长环境跟互动模式里，我还不太懂得怎么去辨认伤害，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别人，或是告诉别人说，你的言行或是你的什么方式其实让我不舒服等等，我还没学习好的能力。那这是影响我的其中蛮大部分的。好，那最初我出现了哪些变化呢？以及身边的人是如何发现的？我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在发病这件事情。在生病这件事情其实是已经大概是6、7年前，那我现在是一个已经恢复的状态，因为在精神疾病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真正的康复，但是你可以回到就是比如说减药啊，然后你可以基本上都是跟正常人的生活一样了，不会再像当初那么活在重郁然后很可怕的世界里。那最初我出现的变化是，我当时完全没有病识感，我不知道我自己生病了，我只知道说我自己很不对劲。我当时是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人家有眼神接触，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人家说话。那我当时的工作是就是需要去谈客户啊，跟客户见面的。我当时完全踏不出家门，等于说我当时的工作根本做不了，就已经影响生活很大的一部分。那其实会发现是我的同事们都渐渐的发现说，我怎么都越来越不讲话，或是我怎么眼神越来越空洞，然后越来越没有办法跟着他们的会议进行，他们就发现了我不太对劲这样。那之后他们就决定说，可能我真的就是身心当下出问题，他们就决定带我去长庚看医生。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跟我当时和现在都非常感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当下其实会一直很不断的去责怪自己说，为什么你不能上班？为什么你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去做别人可以正常做到的事情？其实当下你的心态会是一个非常挫折跟难受的，甚至会怀疑你自己说，是不是真的是我自己太脆弱，是我真的太没有用吗？等等的。我真的蛮感谢他们，就是他们不会说，只叫我想开一点啊，或者叫我加油啊什么的，而是就是直接带我去长庚看医生这样子。那重郁这件事情，我其实后来被诊断出来，其实是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所谓的躁郁症。我会经历就是在一个很忧郁的状态之后，又会变得很容易很躁。那我的躁的情况是，就是会很容易没有耐心，然后很容易的想发脾气。那真正想发脾气的时候，我又会去捶我自己，就是会有点像是攻击自己的状态。那还是要说，每个人对于躁啊或是郁的症状其实都不太一样。有些人躁的症状其实是会比如说有些人的轻躁，他可能就是会家里待不住，或者是坐不住，就会一直很想要出去走动。那有些人到中躁，可能就会开始就是真的忍不住会想要乱花钱，真的是没有办法，这真的是躁郁症的其中一种症状。然后可能话也
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啊，开始很多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那甚至真的在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可能会到说，因为毕竟这是大脑的比较不正常放电导致的，以及累积啊，然后压力累积啊等等的，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做出一些比较异于常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也是希望大家借由可以看到这支影片，知道说其实万一路上我们看到一些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我们可以尽量抱着一个比较友善的心态在接纳这件事情。好，那当时被诊断出来之后呢，其实对我的生活发生了还蛮大的改变。第一个，我当然就是比较积极的去接受治疗嘛。那当时治疗的方式就是医生是建议我先去住院，因为已经开始有攻击自己的行为。那其实在进去住院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有任何 3C 产品的，你就是只能够带几本书啊，然后纸啊进去这样子。那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就是他要让你远离所有的社群啊、社交环境啊，然后让你可以好好的接受治疗。那我必须说，其实真的帮助还蛮大。那在住院的过程中，其实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的 me time 时间非常多，所以我就开始反思说，我到底是怎么让自己走到生病这一步的。那才发现说我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是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比较大男人的人。那在当时6、7年前，他自己在经营生意的时候，我也知道他压力比较大。那人都有过去嘛，或者是有时候真的难免人会讲错话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以前我可能太把我的爸爸当作是一个榜样，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他用他的方式在爱我们，可是当时的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爱我的方式，就变成说可能会很互相有冲突跟摩擦。比如说他爱我的方式其实是一直想要告诉我怎么样做可以更好，可是在当时的我会理解成我是不是怎么样做都不够好，就会变成是这样。我要先说，就是我爸爸现在已经非常好，他是非常好的人，但是就是毕竟我也知道他当时压力大，很多有时候言语上他自己当下也比较控制不了，就是曾经会讲过一些比较过分的话。那我也希望，如果你今天是为人父母，看到这个，也希望你们可以知道，有些话你对孩子说出口，就算是无心的，可是他在孩子的心里，其实就还是会变成是一些疤痕，都还是在的。比如说，就是曾经会讲过说，那你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你怎么不去死啊之类的这些话，其实他就会一直都还是在我的脑海里，或是会一直去偶尔这个忧郁出来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攻击到我自己的内心。好，那总而言之，又因为这样子的原生家庭，我当时非常极力的想要透过工作去证明我自己，所以我当时就半工半读，然后又去做了业务的工作这样子。经过这些之后，我才发现说，天哪，我到底是怎么把自己搞到这一步的？怎么会让自己生病生成这样？我才开始有慢慢建立到病识感这件事情。在还没进去住院之前，就是我有跟大家说嘛，只要我出门，我就会有点恐慌症发作，因为当时是躁郁、重郁结合焦虑跟恐慌。当时就是我印象有一次超深刻，就是我去那个台北捷运的时候，那当时因为就是发作，然后我整个人恐慌到就是整个在捷运路边大哭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感谢当时的，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有一位小姐姐，然后她就还拿卫生纸给我，我就觉得超感动的，就觉得台湾真的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善良的人。但是当时你在生病的时候，真的会很难控制住你自己的情绪，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当下很感动，可是呢，就是在生病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我的眼泪就是会很不定时的会突然整个人爆哭啊，然后一直流眼泪。
在重郁当下，其实你的心里就是真的一直会是非常非常难受的，然后同时你又伴随着在很怀疑自己啊，觉得自己没有用啊，觉得自己生存下来没有意义啊等等的，就是在一个非常脆弱跟很容易爆哭的状态。那我知道你们现在看到我现在一定不觉得说你怎么会像一个曾经有得过重郁症的人，然后我就要说对，因为其实毕竟这已经是6、7年前的事情，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长大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也找到很多适合自己的方式，我怎么去把我自己引导出来。那这个我就会在下一集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也要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真的还是要去透过药物去辅助，去帮助你自己。真正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可以结合心理咨商。那我忘记是几岁到几岁之间，1年都会有一个免费3次。你1年都会有免费3次咨商的这个机会，那还是鼓励大家，只要你真的觉得自己心里不太对劲，持续了1、2个礼拜，都还是一直这样，真的就还是建议你们可以去透过，比如说咨商啊，去跟人家聊聊天也好。它其实不是生病的人才可以去咨商，而是只要你真的觉得你心里不舒服，你想要有人去讲话，那你都可以去透过咨商去抒发你的心情，去把你自己心中的结打开，你一定就是会慢慢觉得整体感受是比较好的。好，那这一集分享的是呢，就是我怎么从完全不知道自己生病到说被身边的人发现啊，我去接受诊断啊跟住院。那因为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不是说你真的住院一次就表示你一定会好，甚至中间又一度就是又复发，然后可能又有伤害自己的行为，又再回去住院过一次之类的经历。那我下一集我就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如何在治疗之外，那一步步理解我自己为什么会受伤，跟以及我在感情里面为什么当时还是在一个很盲目很缺爱的情况，我是怎么去停止过度去责怪我自己，然后去跟人去建立界限，也透过这些过程跟这些方式去慢慢找回开朗的自己。那如果呢你正在经历低谷的话，那希望这一集至少可以让你知道说你不是不够努力，然后也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正在经历这些事情。如果有愿意分享的话，都欢迎跟我留言跟我分享，然后或是可以寄 email 给我。那我们下一集再见。